今年折叠手机的市场又迈入新的阶段。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定义今年的大折机，那就是薄。从年初自己独飞抢先推出的 OPPO Find N5，到即将推出的 Samsung Galaxy Z Fold 7，还有 vivo X Fold 5，都让折叠后的厚度甚至比传统直立手机还要来得更薄。先前我们已经分享过 Z Fold 7发表会前的相关资讯整理哦。那这一集当然就是来聊聊预计在6月25晚上7点举行发表会的 vivo X Fold 5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vivo 这几年也跟上了折叠机的风潮，从2022年的 X Fold 到现在，已经推出了3代了。而即将要推出新一代的大折机，它跳过了4这个传统比较没有那么吉利的数字，直接推出 X Fold 5。那一如往常，vivo 的产品经理韩博霄都会在发表会前陆续公布相关的产品细节。那这次当然也聊了很多，有一种我才不要别人爆料我的产品，我自己讲比较清楚的概念哦。那这次推出的 X Fold 5啊，除了一开始聊到的轻薄以外，在其他硬体、软体上也有很多有趣的功能，尤其是跟苹果互跨平台的应用啊，更是值得一看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预习一下这款厉害的大折机。大折机能不能比直立式手机还要来得薄？这是非常多朋友盼望的事情。能够做到这样子啊，也就表示至少在携带性上跟一般旗舰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，而且又多了翻开后的大萤幕。其实年初的 OPPO 就立下了标杆，展开后只有 4.2mm， 折叠后只有 8.9mm。虽然相较 iPhone 16 Pro Max 的 8.3mm 还有一小段的差距。不过，对手要做到比它更薄，我觉得是非常挑战的事情哦。那这次 vivo X Fold 5所释出的照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厚度真的很薄，折叠后啊也跟 iPhone 16 Pro Max 相差无几哦。不过它并没有说出它是全世界最薄的大折机。根据释出的消息，展开后的厚度大概是4.多 mm， 多到哪里？我们还不知道。不过在 GSM Arena 的网站中，它有明确写出展开后的厚度是 4.3mm， 折叠后的厚度是 9.3mm， 其实跟 OPPO Find N5 已经非常接近了哦。不过在重量部分 ，vivo 就有明确表示 X Fold 5是大折机中最轻的。以 GSM Arena 的资料来看它只有219公克，比起 Find N5 要轻一些哦。照这样看来，今年大折机市场最薄的名号，还是没有人能取代 Find N5。不过，三星或是 vivo 都已经非常接近了，而且三星其实真的还没有公布它的规格哦。萤幕部分，内外萤幕都是采用了 LTPO 8T OLED 的显示器，局部峰值亮度可以达到4500 nits 哦，这是非常高的哦。那官方并没有提到萤幕尺寸，不过根据外流的资料，内幕是8寸，外萤幕是6.5寸，跟上一代维持同样的大小。不过轻薄手机最让人诟病的点还蛮多的哦。vivo X Fold 5能克服吗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轻薄手机最被嫌弃的一点就是放不进大容量的电池。不过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，要放进超过5000毫安时，以往都是平板等级的电池容量，似乎也不是难事了哦。这次 X Fold 5采用第4代细负极的技术大幅提高电池能量密度，所以让轻薄的机身还能塞进6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，续航变得更优异哦。而之前就用上了半固态电池技术，也提高了电池的耐候能力哦。那之前 X200 Pro 的时候，电池技术就已经可以在-20度的时候稳定的输出电力，那现在可以更达到-30度哦，所以真的很猛啦。不过在台湾的朋友应该很难体会到这么低温啦哦，除非你去爬国外的山。在防护力部分，也是大家对于轻薄手机的疑虑。虽然目前并没有特别提到机身结构的强化，但却在防尘防水上达到了一个我从没有听过的等级哦，它叫做 IP59 Plus 从去年开始陆续有手机达到 IPX9 的防水等级，这个等级可以防止高温高压的水柱侵袭。那 IPX9 Plus 呢？我是查不到这样的等级规范但根据 vivo 透露的讲法，就是水深1公尺内可以折叠手机1000次。好啦，我想这个应该是 vivo 自己创的等级不过说真的，因为轴承的部分在折叠的时候比较容易失去防尘防水的能力，有这样的测试就可以放心的带着 X Fold 5去童玩节玩水了哦。另外那防尘等级也达到 IP5X 哦，这也是目前折叠机中最强的，也就是说 X Fold 5在防护力上应该是不用太担心。
vivo X4 Five 这么轻薄，那相机规格到底有没有打折扣呢？我们先从 vivo 最擅长的长焦看起。这是 X4 Five 长焦镜头，同样采用3倍潜望式长焦镜头，感光元件是5000万像素。而上一代的 X4 3 Pro 呢，一样是3倍潜望长焦，感光元件是6400万像素。那官方的说法是 X4 Five 的3倍长焦呢，会比上一代强很多。原因就在 X4 Five 的感光元件面积跟光圈都比上一代要大一些啊，所以在低光拍摄啊，或是数位长焦上，照理说应该都会比较好。主镜头部分目前看起来是真的缩水了一些。根据泄露的消息 ，X4 Five 采用5000万像素1.56寸感光元件，光圈是 f1.8，而 X4 3 Pro 呢，则采用5000万像素1.3寸的感光元件，光圈是 f1.7。那超广角部分呢，两款是一样的哦。那镜头部分，以目前规格来看，就是长焦进步，主镜头退步。不过官方目前都只有说这款手机叫做 X4 Five。至于会不会有 X4 Five Pro 呢？我们就等后续消息喽。除了硬体以外 ，X4 Five 的软体部分有一个让我眼睛一亮的新功能，那就是原子工作台。这个功能基本上你会觉得似曾相识，它就是 Mac 的目前调度功能。简单说，它就是可以让你一次在同一个画面上操作多达5个应用程式，不是只有切换视窗而已，而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运作的，互不干扰。那除了致敬 Apple 的界面设计以外，无论是 vivo 或是 OPPO， 在这几代新机都会强调跟 Apple 装置的连接互通性哦。原本我是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后来才发现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工作不得不使用 iPhone 或是 Mac 笔电，但个人用机都会用拍照比较好看的 Android 手机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手机间啊或是手机笔电间啊，如果可以有更好的传递档案的功能呢，甚至有更好的互动，那就会更方便。首先 ，X4 Five 是 Android 阵营中全球首款可以与 Apple Watch 互联的手机哦，它可以在手表上接听来电、看简讯。健康数据也可以同步到 vivo 健康的 App。那更强的是，它支援 iPhone 双机互联。那 iPhone 收到的简讯啊、认证码啊、电话啊，或是应用通知，都可以同步显示在 X4 Five 上。而且没想到，连 iCloud 也可以连，可以在 X4 Five 的文件管理中啊的 App 去登录苹果账号，那直接读取 iCloud 照片、备忘录、文件，甚至共享相簿也没有问题。对于需要跨系统工作的人来说啊，这个功能简直太好用。那对于使用 Mac 的朋友，其实也相当方便。X4 Five 可以当成 Mac 的延伸萤幕，那在咖啡厅呢，你也可以双萤幕作业。还有 Mac 远端遥控功能，那这一代可以直接远端下载档案到手机中啊，不用透过其他的方式传递档案，所以真的方便很多。那整体来看，目前看来，除了镜头模组我觉得可以更好以外，其他硬体、软体的规格，我觉得都有大幅度的进化，尤其是在轻薄又有更好的防尘防水功能，还有多功萤幕的进化，都让我感觉到，这个是非常有趣的，也是非常实用的。但不知道会不会发表会当天来了一台 Pro 版，把主镜头的规格往上拉一级？我希望会啦。那另外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期待这款手机推出国际版？我是还蛮期待的。以上就是 vivo X4 Five 发表会前的整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